别打了！妈，嫂子她太欺负人了，跟狗一样，闻着味儿就来了。哎，你说谁是狗呢？再打，再闹，我就去村里申请这养老金，我不要了。妈，你钱是村里给的，你咋能不要啊？妈，这钱不能给他，你忘了他是怎么对你的？他连一顿饭都舍不得给你吃。大嫂，老二家的，你带妈来干什么？当初不是说好了吗？妈跟你们家过，我们家可没有空房间给妈住啊。阿超不是干活腰受伤了吗？我要去医院照顾阿超，让妈在你这吃2顿饭。我们家粮食都是固定的，那给妈吃了，你大哥吃什么呀？不行！哎，以前困难，那现在生活好了，不就接妈去我们家享福了吗？好了，老二媳妇儿，你大嫂她孝敬孝敬妈，跟她吵什么呀？妈，他们哪是想尽孝心啊？他们是看上你养老金了。叶超也是你儿子。吵吵吵，大老远的都听到你们在这吵。村长，你来了。老叶家，你俩媳妇儿在这吵啥呢？还不是因为村里给老人发养老金，他俩因为谁养我，一直争执不休呢。你们俩是想养老人呢，还是想养老金呢？养老人那可是要负出责任的。村长，我妈没养老金的时候，大嫂一次都没来看过我妈。就这种人，你能指望她有什么责任心？说谁没责任呢？村长，我这不就是来接我妈去我们家里过了吗？妈以前没养老金的时候，怎么不见你来接她？瞎吵吵啥？叶华他们俩兄弟人呢？叶华不是腰伤了吗？这叶超大早上就去帮忙干农活去了。你们俩人也不用争了，赡养的问题等你们男人回来再说。你们俩先回屋。村长，到这边坐。来，村长喝水。都是债呀，这钱给谁都不好啊。别人家不好选，你们家还不好选吗？当然是谁是亲儿子给谁了。哎，老大叶华知不知道自己是抱养的？这不是害怕知道真相，就一直没敢告诉他，怕他伤自尊。这是秀梅，我务工回来的时候掉进了湖里，要不是这孩子的父亲，我差点淹死。你没事吧？这孩子的爸爸。我没事，就是这孩子的父亲淹死，是为了救我淹死的。这可怜的孩子还这么小，以后怎么办呢？秀梅，我想让这孩子在我们家住下。这孩子没有其他亲人了吗？当家的，你也知道我这怀着孕，我怕照顾不好他呀。秀梅，这孩子已经没有亲人了，他爸是为了救我牺牲的。我要是对这孩子不管不顾，那我还算是个人吗？好，我们把他留下，也算是还了他的恩情。哎，就是还有秀梅，我们既然留下这个孩子，以后能不能不告诉他不是我们亲生的？我怕……我知道，咱们爹妈走得早，没有爹妈的孩子过得有多苦啊！你放心，既然是恩人的孩子，我一定会当成亲生孩子对待的。哎，来。一晃20多年过去了，我是真拿老大当亲生儿子养了。一想到他没爹妈，我就格外偏爱他。那叶华知不知道他不是你亲生的？一直就没敢告诉他，就怕他知道他没爹妈会自卑。一个是恩人的孩子，一个是自己的亲骨肉，钱给谁都过不了自己心里那道坎儿啊。所以我纠结呀，
这手心手背都是肉啊！村长，叶华爸因为救了我们老爷牺牲了，所以我想好了，这钱就给叶华，全当还了这份恩情，就是不知道怎么开口啊。行，既然你这么决定了，那接下来事儿由我来谈，我去当这个坏人。那太好了，那就拜托你了，村长。不过，能不能不破坏他们兄弟俩感情？我当了这么多年村长，这点小事儿我还知道怎么去办的。好。那另外也别让叶华知道，他不是我亲生的。你放心，我先找他哥俩聊聊，然后明天呢来你们家开个会，再商量赡养你的问题。好，那就拜托您了，村长。好，慢走哈。我大哥说要帮我去拿水，这都过去1个多小时了，这咋还不见人影呢？醒！你睡得爽了？看看我是谁？村长。你弟大老远的帮你来干活，你倒好，睡得跟死猪似的。你的地到底是你的还是你弟的？村长，我哥他刚歇下来，刚才都是我一直在休息。对，我平时干活很努力的，村长。小超啊，天色不早了，要不你先回去，我今天跟你哥有事儿要好好说道说道。好，那我走了。村长，我知道错了，您就别骂我了呗。知道错了就行，让你留下不是为了骂你，是有事儿跟你说。不骂我就行。什么事，村长？明天呢，我去你家开个会，商量商量赡养你妈的问题。我就问你啊，你愿不愿意赡养你妈？我当然愿意了。就是现在赡养都有养老金，我怕叶超那小子不让给我。只要你愿意赡养就行，明天的事儿交给我。谢谢村长。那行，好好干啊。你慢走。好。回来了。当家的，你说老二他们一家能同意咱们赡养妈吗？咋了？咋突然问这个？你是不知道，我今儿去老二家商量赡养妈的事儿。那老二家一直在妈面前说咱们不孝顺，他还打我。打你呀？别跟他一般见识。妈的养老金他又说了不算，还不是妈说是谁就是谁。怎么着？你有办法让妈过来跟咱们一起住？我今天遇见村长了，他说妈想跟咱们住，等明天开会的时候让咱们都机灵点啊。真的？我就知道妈一直是疼咱们的。你千万别把这事说出去啊，要是让老二知道了，那肯定闹个不完。放心吧，我都知道当家的。你们俩媳妇儿都不要参加了，赡养问题是他哥俩之间的事儿。村长，我就看看，你放心，绝对不打扰你。叶华，管管你媳妇儿。叶华，叶超，等你妈100年之后，你俩就是这世上唯一的亲人了。最后的结果，无论谁赡养，你们都不要有怨气，要相互扶持。村长，你放心吧，我肯定跟我哥相互扶持。我也是啊，不管妈最后谁赡养，我们肯定都是好兄弟。那咱们现在就开始商量这个赡养的事儿。叶超，你妈一直在你那儿，你先说说，你有什么意见？村长，
只要我妈过得开心，无论是住我这儿还是住我大哥那儿，我都能接受。叶华，你呢？我都行啊，看我妈意思呗。看你们兄弟俩这么和睦啊，妈很开心。对，兄弟之间就应该这样，因为什么事儿都要团结，都要和睦。行，既然你们都愿意这个赡养，那我们为了公平起见，我们现在抓阄。行，我这儿有2根长短不一的筷子，谁抓着这个短的，谁就负责赡养。好啊，好，叶超，你一直赡养着你妈，你先抽。好。村长，那就左手吧。好，叶超，我最后提醒你哈，抓到什么就是什么，可不许反悔。村长，我不反悔。行。村长，我的是长筷子，我妈就交给我大哥赡养吧。我是短的。妈，以后你跟我住了啊。好。好了，既然结果已经出来了，以后老大你就负责赡养你妈了。叶超啊，可不能因为这事儿跟你哥置气啊。放心吧，村长，我大哥还是我大哥。那我的赡养问题都解决了。村长，这都中午了，你就在家吃饭吧。家里还有一堆事儿，饭就不吃了。小超，回去好好跟你媳妇儿说，小两口可不要闹别扭啊。行，村长，我回去就跟我媳妇儿说。咋样啊？妈接回来了吗？妈现在在收拾东西呢，等会儿咱过去接她。哎呀，哎，老二家的跟你闹了没？没有，村长让我们抓阄决定的，他没抓着，就算不甘心，他也得认。哎呀，这妈的养老金终于到手了。那我也可以给自己买几件新衣服了。必须的，我早就说过嘛，妈是向着我的，你就别瞎操心了。哎呀，那要是让老二家的知道妈的养老金都被咱们拿了，那得在家气得跳脚啊！媳妇儿，来喝点水。媳妇儿，别生气了，这事只能说明咱运气不好，咱们得认命。凭什么有钱了他们就来了？你们老叶家真太欺负人了！媳妇儿，这有没有养老金，咱们不都得赡养吗？难道当初你是为了养老金才愿意养我妈的？当然不是，我是看妈把你拉扯大不容易，想好好孝敬她。那不就得了？咱们又不是为了养老金，既然咱妈想去老大那里住，那就让她去吧。真是你运气太差了。村长组织的，公平公正啊。这老大一家这么多年没见他们照顾过妈，这养老金一来就跟狗似的，闻着血腥味就来了。媳妇儿，咱得这么想，那既然大哥有这份孝心，那就说明这是好事啊。你呀，大哥把你卖了，你都还替他数钱呢。怎么可能呢？我跟大哥可是好兄弟，他怎么可能把我卖了？雪娟儿，雪娟儿，哥，你咋来了？娟儿，哥找你有点事儿。啥事儿，哥？进屋说呗。我让你妹夫出去买点菜，咱们今天在家吃。不用那么麻烦了，是这样的，今天找你帮个小忙。咋了，哥？啥忙呀？咱家里边不是盖房子了，哥手里边还差点钱，看看你能不能帮帮忙呀？哥，那盖房子是大喜事儿啊，你等着，我进屋给你拿钱去。行，好嘞，好嘞。哥，家里就这点钱了，你别嫌少啊，这是14000块。不少。娟儿，我听说你婆婆申请了养老金啊，那你这每个月可以多领3000块呢。那哥这只有交房钱不够，你可不能小气啊。哎呀，哥，你说什么呢？
到时候啊，家里缺钱，你就直接来找我。行行行，哥先走了。哎，行，那哥慢点啊。好嘞好嘞。秀儿，这是你娘家哥啊，村长，我哥啊，今儿来看看我。啊。秀儿，我今天过来了，是有事儿跟你说。啥事儿啊，村长？这不村里边给你妈申请了养老金吗？但是在领养老金之前，你妈再做一个全身检查，费用大概需要2000，你去准备一下。2000块啊？2000块钱怎么了？难道你婆婆还值不得做2000块钱体检？村长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不管你什么意思，你把钱准备好就行。我先走了。啊。咋了，媳妇儿？闷闷不乐的。上午村长来说妈体检需要2000块钱，带妈去呗。我记得咱家不是还有13000来块钱啊？我把钱全借给我哥盖新房子了。啊？全借了？全借了，现在1分钱都没有。要不这2000块钱体检费，咱们去找老二借吧。老二养咱妈那么多年，他都没拿到养老金，现在我又去找老二借钱给妈做体检去啊？那你妈不是他妈呀？咱们现在遇到困难了，找他借2000块钱体检费怎么了？就算老二同意，老二媳妇能同意吗？当初你俩争那养老金的时候，吵得多凶。没关系，他们要是不借，你就去找妈，妈疼你。要是知道你没钱，肯定就会帮你要了。对呀，行。妈，咋了，华子？这咋还哭上了呢？出啥事儿了？妈，我没用。妈，村长说要拿2000块钱给你做体检，这家里的钱都借给娟儿的娘家盖房子了，家里实在是没钱了。不就没钱吗？那妈就不体检呗。妈身体好得很，不做也没事儿。妈，你不做体检，那村里就不发养老金。村里人就该说我不孝顺妈，说我连2000块钱都不愿意给你掏。可是妈也没钱呀，你也知道，妈这几年都跟着老二过了，妈也没收入呀。那不行，让老二先垫一下这笔钱。老二，老大，这养老金人家1分钱也没拿，那老二媳妇儿会愿意吗？妈，话可不是这么说的，老二也是你儿子呀，他孝顺你，怎么就不能带你去体检了呢？而且妈，你只要开口，老二一家那肯定同意的呀。那好吧，那我去试试吧。超，哎，妈，你怎么来了？妈今天找你，想有点事儿跟你说。你媳妇儿不在家吧？不在啊，咋了？妈不知道怎么说出口。哎呀，妈，有啥事儿咱坐下说啊，来。你大嫂她哥家里盖房子，把你大哥家的钱全都借走了。现在村里要妈体检，要交2000块钱。妈，大哥家连给你体检的钱都没有了。没了。超，妈知道这养老金没有给到你，让你心里不舒服。现在妈要体检，又来找你要钱，确实挺难为你的。哎呀，妈，你说啥呢？你是我妈，你要去体检，我出钱是应该的呀。可是我怕小芳那边她不同意。小芳她通情达理，我相信你好好跟她说说，
他会同意的。好，妈，等他回来，我一定跟他说。怎么了？媳妇儿，嗯，能不能跟你商量个事儿啊？你说。妈要做体检，大哥他们手头不够，妈说能不能咱们出这2000块钱？妈不是他们养着吗？每个月3000块钱养老金他们拿着，妈体检不肯出钱，说没钱。他哥自建房，大嫂把钱都借给他哥了，咱妈说那钱还能还。借他哥有钱，给妈做体检没钱，你大哥他们的算盘打得可真精啊！媳妇儿，我哥他真的是遇到了困难，咱们都是一家人，能帮一把就帮一把。一家人，他们有拿我们当一家人看过吗？我告诉你，1分钱没有。哎，小芳，咱家不是还有几千块钱的吗？妈总归是妈，她体检我能不出钱吗？那是我买种子的钱，妈是你妈，那也是大哥他妈。要我看，妈就是偏心，好处全给大哥，苦全是你吃。小芳，我知道这些年你跟着我受委屈了。叶超，我算是看明白了，这个家不争不抢，妈和大哥他们一家一辈子都会骑在我们头上，欺负我们。哎呀，小芳，你说什么呢？都是一家人，谈什么争不争、抢不抢的？我就要争！我现在就带你去找妈，问问清楚了，看你到底是不是他儿子。妈，你过来一下，有事儿跟你商量。怎么了，小芳？妈，凭什么养老金他们拿着，体检费还要我们出？我虽然是在你大哥家住着，可这养老金不是还没下来，所以就想找你们，让你们出点体检费。妈，你不能这么偏心啊！好处全让大哥他们占着，苦全让我们吃。呀，小芳，媳妇儿，我看老二媳妇那架势，今天这钱怕是拿不到了。村长，对，村长来了就行，你快去找村长，快去找吧。行，快去。你大哥家啥情况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兄弟之间相互帮衬着，有啥不好啊？兄弟，大哥他有拿阿超当过兄弟，拿你当过妈吗？这么些年我们养着你，他来看过你一回吗？那我从小把超拉扯大，他是不是也该给我养老？咋的？这养老金没拿到手，后悔养我了呗？你是阿超的妈，我们是该养你，但你也是大哥的妈呀。那你大哥家不是有难处吗？超，你就说吧，妈就要体检，你出不出这体检费？哎呀，妈，反正现在谁养你，这钱谁出。超，你是一家之主，你说。芳，妈毕竟是我妈呀。反正我没钱。还有妈，你这么做会寒了我这个儿媳的心。哎呀，吵啥吵？老二家的，怎么跟你婆婆说话的？村长，你咋来了？哎，这不是叶华说二媳妇儿又来闹赡养的事儿，我过来瞅瞅。怎么是我要闹赡养人的事儿？是老大他们一家太欺负人了。心里再不舒服，也不能跟长辈吵架，要孝顺，要尊敬。没有想吵架，只不过话说到这儿了。当初开会怎么说的？谁赡养，另一方不能有怨气。咋了？想反悔啊？没有想反悔，也没有怨气，是老大一家他们太欺负人。凭什么他们拿了养老金，体检费还得我们出？村长是这样，那雪娟娘家哥呀，家里盖房子，就把老大家的钱呀全部借走了，所以就想找老二家，让他们出点体检费。超啊，我知道你们心里憋屈有气，但你妈把你拉扯大也不容易，做人要对得起良心呐。村长，我知道错了。一个人如果对自己的母亲不好，孝顺母亲还斤斤计较，那这人还是人吗？村长，我知道了，我现在就和小芳说，让芳拿钱去给妈体检。老二家的，这村长跟老二说话呢，你干啥呢？我跟我自己男人说话，关你什么事儿？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这钱不拿。
怎么村长三言两语，你又直接答应给钱了？哎呀，是我们养着妈，让你们出点体检费，你们都不乐意了。别吵了，体检的是你们妈，老大家有困难，你们也要理解一下。村长，这话不能这么说。那妈的养老金什么时候分我们一半？妈是我们养着的，凭什么把钱分给你呢？就是，当初开会都说好了，谁赡养都不憋气，换作是老大就不会是这样。小芳，妈知道你心里委屈，那当时开会的时候不都说好了吗？不能影响他们兄弟俩感情。当初他们都不愿意来看妈，现在没有养老金，他们会出体检费？当然会出了。那行，妈以后我们养，体检费我们出，养老金也我们拿。那怎么行？那抓阄决定的事儿，哪能说改就改啊？哼，看见了吧？满嘴的算计。妈，既然他们养，哪能让我们出体检费啊？你别强词夺理啊！你不出钱，那就是不孝顺，就不怕村里的人戳你们俩脊梁骨啊？这村里哪个人不知道我孝敬婆妈的？行，体检费我给。行，体检费我给了，但这赡养人要重新选。不行，凭什么重新选啊？芳啊，那当时开会的时候不都说好了吗？我住你大哥家，这咋还能改呢？那你们都不同意，这体检费我不给了。想要我出钱就一个要求，这赡养人重新选。那既然老二家媳妇儿这个心里已经有了疙瘩，那赡养的人就重新选，你妈的体检不能耽误。村长，这赡养的人选都已经定了，哪儿还能重新选啊？娟儿，别说了。叶华，你昏了头了！别闹啊！就依老二家的。行，就依老二家的。行，既然大家都同意了，那体检费我来出。不过大嫂，你刚刚说，就算不赡养妈，也愿意出这份钱，是吧？没错，就算我们没选上赡养妈，那这体检费啊，我们也愿意出。大嫂，丑话可说在前头啊！如果你没抽到赡养人，那你就欠我2000块钱。行。小芳，妈都已经住进大哥家了，大哥都同意了，你还啰嗦什么？老二啊，这事就这么定了。只要你妈能体检，就赡养的人就重新选吧。你两口重新选没有意见吧？行，村长，就依老二家的。好，没有意见的行。老二家，明天带上体检的钱，我们重新选。好，村长。坐。小芳，妈都住进大哥家里了，你还非要闹着重新选赡养人，非要闹得我跟大哥兄弟不和吗？兄弟不和？以前我们养妈的时候没钱，村里一发养老金，他们就把妈接走了，现在还问我们要钱。阿超，你就不想要这养老金吗？钱谁不想要啊？但大嫂那个人你又不是不清楚，万一咱们真的抽到了妈的赡养人选，我真怕大嫂去找咱妈闹啊。你怕大嫂去闹，你就不怕我去闹是吗？怎么，老实人还要被欺负是吧？小芳，吃点亏没什么，至少家庭和睦啊。再说了，你就不是那种争强好胜的人。以前我不争，现在我要争了。这事儿我不指望你能帮我，但你最好别拖我后腿。养老金抽到是好，抽不到我也认了，但这一次我一定要争。当家的，我这心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感觉空落落的。哎呀，你就是每天想太多，妈可向着我呢，别担心了啊。对，有妈呢。老二家的，这次总不能说啥。叶超啊，体检的钱都带来了吧？村长，钱都在这儿呢。
老叶家的先收着。小芳、小娟儿，你们俩先进屋。村长，这事儿又关系到我们家的事儿，我为什么不能参加？老二家的，村长让我们进去，那我们就进去。这么多话，我要求参加是我自己的事儿，关你什么事儿？管好你自己得了。小芳啊，这家庭的大事儿，从上辈子起都没有女人参与的先例。村长，这都新时代了，你脑子里怎么还是那套旧思想？俗话说，妇女能顶半边天呢，你不会觉得不对吧？净瞎扯。村长，既然也是自家的事儿，那就让他们这做儿媳的一起参与吧。哎，行吧，那你们就一起参与，但是啊，不许说话，不许捣乱。哎，行，那既然你们俩兄弟都愿意赡养，那为了公平起见，我们继续抓阄。叶华，你同意吗？村长，我们同意。叶超，你同意吗？都听村长安排。行，还是这样啊，2根筷子，谁抓着短的，谁负责赡养。叶超，你心里不痛快，你先抽。村长，那我还是选你左手边的。不行，我要改规矩。村长，我要改下规则。我觉得应该是抽到筷子长的获得赡养资格。小芳，你咋能说改规矩就改规矩呢？老二家的，村长说了，我们只能看，不能说话，不能打扰，还改成规矩了。男人在这商量事儿，你当媳妇儿的，咋还非要改规矩？村长，这就改个规矩，怎么就不能改了？难道有什么猫腻？叶超，管好你媳妇儿！我这筷子刚掏出来，哪有什么猫腻？没有猫腻，为什么不能改？就算我抓不到，我也认了。小芳，别说了。村长，我们抓阄吧。村长，老二家的要改规矩，还抓阄吗？大哥，我们只是改了规则，这阄怎么就不能抓了？村长，难道你也要跟着大哥一家欺负我们吗？净胡说！你要改就改吧。叶超，你还是选左手这只。村长，那继续左手的。嘿，等等，老二家的，既然你要改规矩，那我让你大哥先抽，没问题吧？没问题。哎，当家的，你就选老二刚选的啊？我要左手的。村长，那我就拿你右手的吧。哎，等一下，小芳，你又干啥闹啥呀？妈，我就只是想问你和村长确认一下，这次抓阄结果出来，大家都认的，对吧？我们都认。这是公平分配，肯定得认呐。那我和叶超也认。大哥，你们家呢？认。好，既然你们都认，那就公布结果吧。妈，那你以后跟我过吧。不可能啊，不对啊！村长，妈怎么可能跟二弟他们过呢？咋不可能？抓阄没抓到，你妈当然跟老二过了。妈，你说过的，你要跟着我们过的呀。轩轩呀，那你没抓到，那妈只能去老二家了。这抓阄也抓完了，村长，您德高望重，您来说说结果吧。哎，老叶家的，以后你就跟老二家过吧，以后养老金也归老二家了。那村长，当初可是和大嫂说好的，这次赡养人选要是我们抓到，那体检的钱算我借给他们家的，对吧？对，没错。叶华，尽快凑够2000块钱给你弟弟。娟儿，妈，
那我和叶超回去给您收拾床铺，等会儿来接您。哎，村长，这咋办呢？这雪军肯定要闹啊！哎，老叶家的，这都是命啊！行了，事情已经这样了，你发脾气有啥用？那养老金没有就算了，还得再给老二家2000块钱。我告诉你啊，我可没钱给。你没钱给？那你刚咋不跟村长和妈说呀？哼，我跟你说，就是你把钱借给你哥了，要不哪来那么多事儿？我哪知道妈要体检啊！我哥找我借钱盖新房子，我这个当妹妹的能不借吗？还有，老二本来选的是短的，你非让我跟他换，干什么呢？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娘们。我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那还不是我让你去找妈找村长？你倒好，说妈偏向你，现在事情成这个样子了，你怪起我来了，你还是不是个男人啊？你咋说我了？行了，媳妇儿，咱说来说去就怪老二他媳妇儿，他非要嚷嚷着重新选，所以呢，事情发展成这样了吗？那要我说，咱们现在就把妈接过来跟咱们一块住，体检费我去找我娘家想办法。老二他媳妇儿一直跟妈说他偏心，妈能愿意过来住啊？我不管，反正这养老金要是拿不到手的话，我就跟你离婚啊！这苦日子我实在过不下去了。这老大媳妇儿自打嫁进来就不肯吃亏，这养老金没拿到，再倒贴2000块，照他那性子呀，非得给家里弄得鸡飞狗跳不可。那还能咋办？这都是叶华自己抓阄抓的。难道你能直接住到叶华家去？除非你真的不要叶超这孩子了。要是因为这个钱，把叶华就要弄得鸡飞狗跳的，我真的对不起他爸爸呀。是啊。阿超，我们都拿到妈的养老金了，你怎么还愁眉苦脸的？难道你真觉得那养老金就该是大哥他们的？我不是不开心，就是担心大哥家。担心大哥家？他们什么时候担心过我们家？阿超，你就是太心软，才会一直被大哥他们拿捏。大哥家也从没想过欺负我们。没想过，以前妈跟我们过日子的时候，不说他们没管过妈，就是我们有事儿请他们照顾妈几天，他们都不愿意。他真的认你做兄弟吗？大哥他有自己的苦衷。他能有什么苦衷？阿超，你是不是真觉得这养老钱就不该我们拿，我们就该一直吃亏？小芳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不管你什么意思，今天这事儿要不是我挣，我们又是什么都捞不到，还白吃大哥家一门亏。小芳，他可是我大哥呀。他若真认你做兄弟，那他便是你大哥。反正我告诉你，之后无论什么事儿，我们都要争上一争。我不管，妈的养老金必须弄到手，要不然我咽不下这口气。菊儿，你身为大哥，叶家的长子，那妈的钱本来就归你所有，凭什么我们拿不到钱，还要给妈出体检费呢？菊儿，我能怎么办呀？抓阄的时候大家都认了，会也是村长开的，啊，我能去抢我弟那笔钱啊？就要抢，那妈本来就是要跟我们过的，那村长呢也是支持我们的，就你那弟媳妇横插一脚，要不然这钱早就是我们的了。啊，我咋抢？就我那弟媳妇你不知道，她能同意啊？你去找妈，就跟妈说我要跟你离婚啊！要是拿不到这钱的话，我就跟你离婚。不是，那你这不是把我妈架在火上烤啊？我弟也是我妈亲生的呀。你也是你妈的亲儿子呀，那1个月3000，一年就是36000，你一年能挣36000吗？你就甘心把这钱给你弟弟呀？好，我明天去把妈接回来。妈，妈，妈，老大，这是咋了？
妈，你这是干啥呀？快起来！起来！是不是雪娟又找你闹了？妈，娟儿要跟我闹离婚，她已经回娘家去了。老大，咱们当时可是抓阄的时候说好了，不管结果咋样，大家都得认。那体检费妈不要了，你回去好好劝劝雪姐。那就不是体检费的事儿。妈，您原本是跟我们的，就是那个肖芳非要闹着重新选，我们又没选上。娟儿说了啊，你要是不跟我回家，她就再也不回来了。那我跟你弟咋交代呀？你咋还有心思管我弟呢，妈？娟儿不回来，我也就没家了。妈，妈，哎呀，好了，我知道了。等你弟回来，我跟他好好说说，还跟你们过。好，妈，房间都给您留着呢，我跟娟儿等你回家。妈，你咋了？午饭都没吃，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？你说这养老金本来是好事一桩，怎么就闹得你大哥家要离婚呢？妈这心里呀，真不是个滋味儿。妈，您别这么说，我知道您心里也难过，手心手背它都是肉。养老金我本来就没打算要，但小芳她只认这个结果。超，你说这村里给老人们发养老金，就是想让我们能多过上几天好日子，怎么反而闹得家里都不安宁呢？妈，你别着急，等小芳回来了，我再跟她说说。超，妈知道，妈事事都向着你大哥，你觉得妈偏心，可是妈真的没有办法呀。妈，您含辛茹苦将我养大，我真没觉得您偏心。放心，小芳那边我会去说的，大哥家那边不会让他们离婚的。好，妈真的对不住你。妈，钱没了可以再赚，但兄弟没了就没有亲人了。儿子，你能这么想，妈真的很开心。妈，您别为难了，我现在就去找小芳，跟她说一下这件事儿。小芳，还是我来拿吧。不是献殷勤，有什么事儿？小芳，妈那笔养老金，要不咱还是不要了吧？阿超，凭什么不要？那个是我们抓阄抓来的。小芳，大哥家因为这笔钱已经在闹离婚了，妈现在也很伤心。妈伤心，你就不怕我伤心？小芳，我们没有那笔钱，不一样过得挺好的吗？你要是觉得钱不够花，我再多种几亩地，你放心，我肯定能挣很多钱，不会让你受委屈的。拉倒吧你！你能挣多少钱你不清楚啊？这养老金我是不会让的。小芳，大哥那边已经闹离婚了，难道要让他这个年纪还要打光棍不成吗？你怕你大哥离婚，你不怕我跟你离婚？凭什么什么事都听你大嫂的？我不服气。小芳，他是大哥，也是长子，我这个做弟弟的，多让让他也没什么了。别人家都是哥哥让弟弟，凭什么到我们这儿成弟弟让哥哥了？小芳，我知道妈偏心你不服气，但妈总归是妈，生我养我，现在她老了，难道我这个做子女的还要让她生活在愧疚中吗？算了，听你的吧，他们要养老金，让他们拿去。媳妇儿，你同意了？我再不同意，倒显得我诚心破坏你们兄弟感情了。不过我丑话说在前头啊，妈以后有任何生老病死，费用得他们出。行，妈每个月3000的养老金足够妈生活了，我现在就去找大哥说。当家的，那老二媳妇儿真同意妈来咱这儿？当然了，那还用说呀？老二亲口告诉我的。啊，那体检费，老二咋说的？他
他们愿不愿意出？体检费是我们出，但老二他家说，以后妈的生老病死，他们就再也不管了。他凭什么不管啊？妈又不是你一个人的妈，你再去找老二说说。别闹了啊！老二放弃赡养就不错了，还让我去找妈，过分呢！我过分？那我做这一切还不是为了这个家？叶华，你妈的体检结果出来了。叶华，妈的体检结果出来了。你母亲身体里长了一颗瘤，必须马上做手术，需要20万。20万？村长，就算是把我们家房子卖了，那也凑不起20万啊！这说的什么话？怎么没钱就不治病了？当初选择赡养人的时候，你们可是承诺过要好好的赡养你们母亲，怎么现在反悔了？没有啊，没有就抓紧筹钱。养老钱我们1分也拿不到，就要出20万。当家的，我没钱。你要是想救你妈，就去找老二。你当初征养老金的时候，你咋不说把养老金给老二呀？当初征养老金的时候，你没征吗？哎，妈生病，这事儿光靠我们肯定不行。老二孝顺，当家的，你去找老二，这事只能靠老二。行，我去试试吧。老二，老二，妈出事了！啊！体检结果出来了，医生说妈的身体里有个肿瘤，得做手术，要花20万。20万？我和你大哥实在是凑不出20万，所以就只能过来找你们了。大哥大嫂，当初我们可说好的，妈的养老金你们拿，妈的生老病死由你们负责，我们可不管的。老二媳妇儿，你什么意思呀？合着妈做手术，这手术费让你大哥一个人出，妈就不是老二的妈了？你们拿了妈的养老金，现在妈做手术要钱，自然该你们出呀。好了，都别吵了。大哥，你现在手头上还有多少钱？妈的手术费还差多少？你也知道，你大嫂她娘家刚盖了个房子，我们家真的1分都没了。好，大哥，你先别着急，治病的钱我来想办法。行，大哥大嫂，你们先回去吧，我们商量一下。叶超，我们当初可是说好了的，赡养费他们拿，妈的生老病死由他们负责。再说20万，你怎么去凑啊？大哥家没钱，我总不能看着妈病死吧？大哥他们拿了赡养费，手术费就该大哥出。可现在大哥家没钱，他们没钱，关我们什么事儿？当初可是说好的，总不能好处都让他们占，可我们总吃亏吧？小芳，我知道你一直生气，妈偏袒大哥他们，可毕竟我也是妈的儿子，现在只能由我救妈了。救？拿什么救？那可是20万块钱！你不会是想动我们买房那10万块钱吧？小芳，你听我说，钱没了可以再赚，要是妈没了，这个家就散了。你总不能让我一辈子有愧疚吧？行了，我去拿，真拿你没办法。老叶家的，这是咋了？村长，我没事儿。老叶家的，我刚才去村里问了，你这病啊，村里人实在是没有补助。村长，你说我命怎么就那么苦啊？这就过了2天好日子，我怎么就那么不争气？老叶家的，你别垂头丧气的，你不是还有叶超、叶华2兄弟吗？你这病也不是什么大病，有钱就能治好。20万啊！我咋让他2兄弟给我凑20万？我不忍心拖累他俩呀。不拖累还能有啥办法？难道就不治了吗？如果你因为这个病走了，那俩孩子还不后悔一辈子呀？请问是叶建国的家吗？你是建军？
你是建军？大嫂，我是建军啊。你真的是建军？这么多年你去哪儿了？嫂子，当年我一直靠你和我哥养，我不想拖累你，所以我就出去打拼了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终于有脸回来见你。你哥去世前一直都在找你，你哥临死前最大的愿望就是想见你一面，生怕到下边爸妈埋怨他没照顾好你。我其实一直想联系你们，但又怕你们让我回家，所以我一直没有敢给你们写信。25年呀，你走了整整25年，我给你哥呀，从来没有怪过你，只希望你在外边平平安安的就好。嫂子，我这次回来是想将我所有的财产都给我哥的孩子。我这么多年在外面拼搏，一直没有结婚，才知道赚再多的钱也没有家人重要。嫂子，这是20万。我听说你生病了，你拿这些钱去看病。至于我大哥的孩子，我能见见吗？可以。我想亲手在里面挑一个，继承我们叶家的家业。那明天我把你2个侄子都聚在一起，咱们一家人呀吃个团圆饭。好的，嫂子，那我先走了，明天我再来。哎，好。村长，你说要是让叶华知道他不是我亲生的，会不会特别伤心啊？那就不告诉孩子。我就怕让他知道我让叶超继承了家业，他会恨我。妈，你怎么来了？超，妈找你是有件事跟你说，你爸的亲弟弟，你二叔回来了。二叔？我咋从没听人说过我还有个二叔啊？25年前，你二叔一封信就离家出走了，这么多年一直都没有消息，所以我还没跟你们提过。既然是爸爸的亲弟弟，既然找到咱们家了，也是我的长辈，那咱们应该好好接待一下。你二叔的意思，想从你们兄弟俩里面选一个人继承他的家业，所以妈希望是你能继承家业。妈，那咱们是不是有钱了，就可以把你的病治好了？你二叔已经给妈20万的治疗费了。啊，真的吗？那咱们真应该好好谢谢二叔。是啊，但是妈，让我继承家业，我哥肯定不会高兴的。这个事儿，我觉得应该找哥商量一下。那好吧，咱们一起去你哥家，好好说说这事儿。好。待会儿和你二叔一起吃个饭啊。你咋来了，妈？哥，我跟妈来是有件事情找你商量。啥事儿？你二叔回来了，想从你们兄弟俩里面呀选一个人继承他的家业。妈想着呢，让你弟去。妈，凭啥让老二去继承二叔的家业？我知道，那咱们家没钱给你治病，那不是叶华不想给你治，是咱们家实在没钱呀。大嫂，妈啥时候说让我去继承家业了？妈不是说了是来跟大哥商量的吗？商量啥？反正我不同意让老二去继承二叔的家业。妈，你怎么偏心啊？大哥，你的意思呢？弟呀，大哥家里这情况你也不是不知道，所以还是我去继承二叔的家业。行，大哥，等二叔来了你就跟他走。好，我呢留在村里照顾咱妈。行，二弟啊，这可是你说的，到时候可不要后悔啊。放心吧，大嫂，我肯定不后悔。妈，咱回家。慢走哈。
嫂子，我老远都瞧见你们了。建军回来了。二叔，坐。来，你们都坐，都坐。来，都坐。嫂子，这就是我哥的孩子吧？对，这就是你哥的2个孩子，这是老大叶华，这是叶超。好啊，25年都过去了，我哥的孩子都长成大小伙子了。是啊，建军啊，你不是说想从2个孩子里面挑一个当继承人吗？我想了又想，还是让叶华去吧。叶华吗？二叔，我是叶华媳妇儿。二叔，都是好孩子，行，听嫂子的。不过二叔希望以后你们一辈子都不要忘记自己的亲兄弟。二叔，你放心，我是不会忘记的。我也会记得的，二叔。这下呀，总算是对得起恩公了。可是虽然对得起叶华，但是叶超这孩子也是吃了不少苦啊。是啊，一想起超这孩子呀，我这心里头啊，就像压了块大石头。唉，我们这是骗人的，建军儿找的是他大哥的孩子呀。你说我要是让叶超去，我又怕叶华心生怨恨，但是又不想把叶华是抱养的事情公布出来。可是这件事如果叶超知道了，那这孩子会怨恨你的。不会的，超这孩子啊，一定会理解我的。但愿。妈，叶超才是你的亲生儿子，这么多年，你为什么一直偏袒叶华？小芳，你别太生气，你妈她也是有苦衷的。苦衷？什么苦衷让叶超一直受委屈？从小到大，叶超处处让着叶华。妈，叶超才是你的亲儿子。芳，如果没有叶华父亲当年舍命相救，你爸他早就不在了。所以你们是为了报恩，才处处偏袒叶华。那你们有想过叶超的感受吗？他凭什么为了你们的报恩承受这份委屈？芳，妈求你，这件事不要告诉叶超，好不好？妈，叶超有资格知道这件事，大哥也有资格知道。我要是你，我就把这件事情说出来，免得日后他们兄弟离心。好，我会把全部的事情都说出来。妈，人都到齐了。造孽呀！妈，到底啥事儿啊？叶华，啊，你不是妈的亲生儿子，你的亲生父亲在接叶超父亲的时候牺牲了。妈本来不想把这件事情说出来，可是你二叔回来想要亲哥哥的孩子继承遗产，妈没办法，只能说出真相。这说啥呢？妈，你别给我开玩笑了。哼，叶华，你真的不是妈的亲生孩子，你的亲生父母已经不在了。妈，不可能！叶华，他就是您的亲儿子呀！你是不是弄错了呀？他是不是我的亲孩子，妈心里还不清楚吗？我不信，叶华一定是你的亲儿子，是二叔的亲侄子。哦，我明白了，小芳，是不是你又忽悠了妈，让妈找个理由说你大哥不是妈的亲儿子，就是为了要二叔的财产？大嫂，难道在你的眼里，我们就是为了钱才说大哥不是爸的亲儿子吗？骨肉亲情难道一点就没有吗？老二，你别装了，你敢说你不是为了二叔的财产，故意让妈编出这种谎话的吗？王雪娟，我和叶超没那么龌龊。别吵了，都别吵了。叶华，你虽然不是妈的亲孩子，可是从小到大，妈是把你当亲生儿子养的呀。叶华，你说句话呀！
我说啥？事情这样了，我不是妈亲生的，大家也都知道了。我不信，这一切就是你们搞的鬼！雪娟儿，叶华是我抱养的，这事儿是我不对，我也是看你们日子过得艰难，想让你们二叔拉你们一把。妈，那这事可千万不能让二叔知道，要是让二叔知道我们骗了他，财产继承肯定没戏。还有你做手术那20万，说不定也要被要走，你这病咋整呀？就算你二叔把这20万都要回去，妈也要把真相说出来，不然妈这一辈子心里都不踏实。小华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我说啥呀？真相已经这样了，咱听着不就完了吗？妈，你就是变心！自打肖芳嫁进家里以来，他就处处跟我作对，这一切就是他搞的鬼。儿子，唉，让你担心了，对不起，妈。造孽呀！嫂子，怎么一个人坐在院子里啊？叶华呢？叶华他在家呢。嫂子，你说找我有事商量，什么事儿？建军啊，你那个继承你家业的跟给你养老的孩子，不能是叶华了。嫂子，为什么？刚开始不是说好了吗？叶华给我养老，我的家产都给他，也算是报答哥和您的养育了。建军，是嫂子对不住你，你千万别往心里去。叶华他不是你大哥的亲生孩子，他是我们抱养的。嫂子，你说什么？叶华是抱养的？当年叶华的父亲为了救你哥牺牲了，我们就收养了他。这些年我一直对这个孩子有愧疚，我就想让他继承你的家产，能够帮帮他。嫂子，你怎么能这么做呢？我的家业是留给我们叶家人的，你怎么能让一个外人继承我叶家的家产呢？建军，是嫂子对不住你，不是有意要瞒你的，我实在是说不出口啊。哎，嫂子，你对那孩子有愧疚的心，但我与他非亲非故。叶超那孩子呢？二叔，你就别再怪我妈了，她也是怕辜负了大哥父亲当年舍命救我爸的那份恩情啊。那超，你愿意跟二叔走吗？二叔将公司交给你打理。二叔，谢谢你的好意，可是我妈年纪大了，我不能丢下我妈去过好日子。可是你妈宁愿舍弃自己的利益，都要去帮养子。二叔，那是我的亲兄弟，而且我妈很爱我。二叔，就算你不把公司交给我，我也会给你养老的。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傻？二叔，我不是傻，可能对我来说，美好的人生就是我能和我的家人快快乐乐、幸幸福福的生活在一起。我的母亲幸福平安，和我的兄弟们相亲相爱。嫂子，你真的养了一个好儿子。超，你真是妈的好孩子。妈，您生我养我，这辈子你永远是我的妈。妈一想这么多年亏待你，妈心里都惭愧。老二，大哥这些年也对不住你。我们是兄弟。